一生当中啊，我们总有机会出国个几次。那怎么样在这几次的出国当中，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更珍贵的回忆记录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准备的一大考验了。先欢迎大家回到这一周的圣无到家，我是阿渊。我们每过一阵子就会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发问说新手用的相机推荐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之前在海外留学的时候也拍了不少的相片，那一些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分享的结论。那我那时候呢就拿着一台这个尼康的 D750，搭配一个超广角的镜头去冰岛拍了，去马耳他，去各种国家，基本上就是走到哪就拍到哪。那大家都知道学生党的优势就是时间好运用，对吧？那当然除了照片，我还稍微拍了一些那个 vlog 跟缩时，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赶快把阿元的 Instagram 在这边，或者是圣无到家的 Facebook 在这边加到自己的收藏清单。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用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个分享，让零基础的朋友也可以清楚了解到自己可以去适合什么样的相机、什么样的器材。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吧。刚说到我那个时候之所以拿着那个尼康的 D750 这台相机，是因为它在当时搭配那个超广角，以它那个价位来说是非常适合拍摄风景一台相机。当然，直到今天，对于预算有限的朋友来说，它还是选择之一。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说到新手入门的摄影相机啊，我这边帮大家简单整理一下挑选的大方向。你可以先想一下，你想要拍摄的主题是人像还是纯风景？那如果说大家主要想要拍的是人的一些记录，好比我跟一群朋友出去 hang out， 或是我们去拍一些名胜古迹的合照啊，那这种情况下，无反相机又称作微单眼会是一个好选择。尤其以 APS-C 的片幅无反相机已经很轻便，再搭配一些轻便的广角或者是基本的标准镜头，基本上你可以一个镜头走天下，拍下各种记录画面。像是今年 Sony APS-C 片幅的 ZV-E10或是富士等等的轻便无反都是好选择。就特别像是富士的 JPEG 直出颜色，很多人喜欢，那你不用进到电脑里面去后置，就可以直接分享出去了。那如果你考量到的是方便性，像是储存、分享的容易性，那我觉得你不一定要买个相机，你去升级手机也会是一个好选择。像是 iPhone 13搭载那个超广角的镜头啊，人像模式、AI 的相簿人脸辨识、本身的相机编修、美颜等等功能，我觉得都是相当适合懒人拍摄的一个相机。那另外一个领域是风景，这边我说的风景不就单单只是白天啊、下午拍摄那个景色，因为那些题材我说认真的，每一台相机拍出来就85分、90分的差别。这边我会说的是像是日出、晨昏、银河，还有星轨等等。那如果你对这一类题材有兴趣的话，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考虑看看二手的全片幅单眼。那这些单眼相机，直到今年，包含我刚刚提到那个尼康的 D750，或是 Canon 佳能的5D3等等，虽然他们已经出好几年了，可是搭配上一颗那个超广角的镜头，我是觉得不会输给这几年新出的一些新相机。这是非常认真的一句话。那相对的，你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他们这些传统单眼会比较重一点，然后这些相机可能它的录影功能你就可以当做没有。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看看比较新出的那个全片幅无反相机，包含像是 Sony 之后可能今年会出那个 A7M4， 然后尼康的 Z 系列以及佳能的那个 R 系列，就可以补偿我刚刚说的那个重量啊，然后它的录影功能。配一颗超广角基本上也是相机在手，大景我有。当然，如果说这些都不是你考量的因素，那二手的全片幅单眼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非常逆天，你可以去选择的一个选项。那说到这边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开始误解，就是不是我说买了上面风景在用的相机就不可以拍人。我会这边去分类，是因为拍人的相机，我们普遍来说就比较喜欢轻便的取向，而拍风景的相机，你可能还会用到脚架等等，那你出门就是比较重一点，那自然重量就是你的其次考量。所以你可以去考虑看看你自身的状况，去评估你适不适合带比较大小的重量或是镜头的相机。那除了上述提到的人像跟风景的二分法之外，像我们有出国的目的性的话，你可以去考量你的那个防盗性跟轻便性。那防盗性的话，你有可能会去选择就是单价不要太贵的相机，或者是搭配防盗包。而轻便性的话，是能够带出门的相机才是好相机。那除了大家直接会想到我们要去拍照片之外，我后来觉得拍 vlog 跟动态影像其实也很值得留念的，因为那时候我带那个 DJI Osmo Pocket 去录制那个 vlog， 那拿这个录制 vlog 应该大家都知道很常见吧，俗称那个大疆的摇钱树。那这大概是唯一让我会去稍稍后悔的一件事情。那我先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1年的 vlog 相机市场
这一阵子的 Vlog 相机真的是百家争鸣，比较常见就是像 GoPro 啊、Osmo Pocket 的那种微型云台摄影机跟360相机等等。而在 Vlog 的录影里面，我会把 GoPro、然后360相机跟 Osmo Action 这一类的运动相机作为一类，而 Osmo Pocket 还有它的那个手机搭配稳定器，像是 DJI OM5这一类，则是另外一个分类。GoPro 这一类的相机，我会把它放在独立一类，是因为不管你放在这边，或放在帽子上，或者放在机顶上，都不会去影响你在当下做平面摄影的那些操作。那相对来说，如果你是使用那个 DJI Pocket 2，或是你用手机搭配上那个 DJI OM5这一类的稳定器，它会去吃掉你这个双手的空间。所以如果你是比较着重在拍摄 Vlog 影像分享的部分的话，那我觉得 DJI Osmo Pocket 2，或是你用手机搭配上稳定器，像 DJI OM5，那会是你可以去考量的一个选择。动态影像的品质基本上都是相当不错，而剪出来的 Vlog 也会是很精致的一个作品。然而，就这个然而，如果你是比较希望拍摄照片为主，那我会倾向建议你去弄一台像 GoPro 这一类的运动相机来辅助。毕竟你的双手没有办法一下子就那个，然后一下子又这个，很多漂亮你终究会面临那个抉择。所以以我的状况来说，并不是 DJI Osmo Pocket 这个相机不好，这个稳定器不好，而是我在当下必须去选择我要分配手的资源运用很重要。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各位正在寻找新手相机朋友的一些建议。那这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故事好了。就我曾经有遇到，那时候朋友问我说：“啊，你相机很贵，我随便拍一拍就好了。”那时候我是跟大家这样说的，就是你打工几个小时下来，这个相机你很快就可以去买到了。那有这个机会啊，这些画面跟回忆真的很值得好好记录下来，之后你都有可能会去使用到这些画面，而且你一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后来他买那个相机就是另外一件故事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大家觉得如何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频道，也请订阅生活到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